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古河久朋先生所著的《即使从80岁开始也不晚，迅速远离认知症的饮食大全》这本书。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即使从80岁开始也不晚，彻底清除脑部垃圾的最强营养素；第二，脂质将彻底改变你的大脑，应该摄取的脂质与应减少的脂质；第三，糖尿病会使认知症风险翻倍，令人恐惧的糖尿病真相。首先是第一部分，即使从80岁开始也不晚，彻底清除脑部垃圾的最强营养素。认知症是一种谁都有可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即使已经亲眼见识到了它的可怕，我们依然还有可以做的事情。虽然要100%完全预防认知症非常困难，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几乎不可能彻底治愈，因此比起治疗，更应该尽全力远离它，进行彻底的预防。这是现在最被强调的应对姿态。认知症是许多人最为畏惧的疾病之一，因为一旦发病，不只是记忆力、判断力会逐渐丧失，连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认知功能也会慢慢退化。未来认知症问题只会更加严重，病情若持续恶化，会出现如走失在熟悉道路上、语言表达障碍，甚至产生幻觉等症状，最终甚至无法独立完成日常生活。为了避免陷入那种状况，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减少认知症的风险。以目前的医学手段，治疗认知症的药物仅有4种，其中有3种是通过提升乙酰胆碱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含量，从而改善注意力与意志力。另一种药物主要用于抑制认知症引起的谷氨酸过度活化。然而这些药物虽然能缓解症状，但都无法根本性治愈认知症。也就是说，一旦罹患认知症，几乎不可能将其完全终止。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远离认知症呢？答案之一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的改善。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例如，地中海式饮食对大脑健康有益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报告，采纳地中海饮食习惯的人，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可能会减缓。这种饮食法以新鲜蔬菜、水果、鱼类、橄榄油、坚果等为主，富含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的营养素。此外，适度运动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日常进行步行、慢跑等轻度运动，可以促进脑部血流，维持神经细胞健康。再者，尝试新事物也是极具效果的做法，比如学习乐器、学习一门新语言等，都可以刺激大脑，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当然，压力管理也是绝不能忽视的一环。长期慢性压力被指出会对大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增加认知症的风险。通过冥想、深呼吸、安排兴趣时间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压力。由于认知症治疗困难，因此预防是最重要的关键。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从今天开始，务必尝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解说认知症预防的核心，最强的远离认知症的饮食法。认知症远离法最强饮食策略：清除大脑堆积的垃圾，大量摄取多酚类，打造永葆活力不痴呆的最强大脑，摄取优质脂肪。这2个重点将逐一详细解说。我们先从第一个说起，摄取大量多酚类，彻底溶解大脑垃圾。首先要介绍的是名为多酚类的营养素。多酚类是目前最受期待的成分之一，因为它能帮助清除大脑中的垃圾。当我们思考或做事情时，大脑会进行活动，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废物，被称为贝塔类淀粉样蛋白的物质。它被认为是认知症的重要诱因。这种废物本来是柔软的，理论上应该会被自然排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它可能不能顺利排出，而是在大脑中堆积，形成块状物质。这种堆积物就被称为老年斑。
这正是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直接原因。而多酚类被发现具有将这种硬块重新软化，使其容易排出体外的效果。那么，这种极其重要的多酚类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植物中天然存在的苦味、涩味与色素成分。目前被确认的种类已有8000种以上。例如，绿茶中含有的茶多酚，咖喱中含有的姜黄素，红酒和各种莓果中含有的白藜芦醇，这些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多酚类，它们都能帮助处理大脑中的垃圾，是极其宝贵的重要成分。此外，多酚类之所以被作为认知症的预防利器，不仅仅因为它能处理垃圾，还因为它具备强力的抗氧化功能，对于维持大脑功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抗氧化作用加垃圾清除作用等于认知症预防的双重打击。在众多多酚类中，还有一些特别推荐大家优先摄取的种类，我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为大家详细介绍，分别是白藜芦醇和酶4子酸甲酯，它们大量存在于红酒和各种莓果中，是非常有名的优质多酚，请务必牢牢记住这2个名字。事实上，波尔多大学中央医院进行了一项关于饮酒量与死亡率、认知症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喝3至4杯红酒的人，其罹患认知症的风险比完全不喝酒的人显著降低。为什么风险会下降得如此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酶4子酸甲酯具有强力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凝结的作用，同时还能将已经凝结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恢复为易于排出的柔软状态。而另一种多酚白藜芦醇，则被证实有激活长寿基因的效果，据说能调节大脑神经细胞的活性并延缓其退化。听到这里，也许你会以为，那我每天狂喝红酒是不是就能预防认知症？但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该大量饮酒，因为摄取过量的酒精反而会大大提高生活习惯病的风险。所以原则上还是不喝为佳，尤其是老年人，一旦饮酒过量，容易跌倒、撞击头部，这些都有可能诱发认知症，风险非常高。因此，比起喝红酒，更推荐的是多摄取含有白藜芦醇与酶4子酸甲酯的莓果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莓果类。我们经常会发现，像蓝莓还算常见，但覆盆子、黑莓等其他莓类却不太容易买到新鲜的。这时候，非常推荐的方法就是购买有机冷冻混合莓果。冷冻混合莓果不仅品质高，而且随时都可以从冷冻库中取出，像吃冰淇淋一样方便又好吃，可以轻松提升莓果的摄取量。建议大家在冰箱里常备一袋冷冻混合莓果。除了莓果之外，还有2个非常推荐的多酚来源，那就是绿茶和咖喱。绿茶中含有的多酚叫做儿茶素，实验证明，儿茶素能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凝结，并改善认知功能。此外，儿茶素的前体是一种叫做茶氨酸的氨基酸，研究也表明它具有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老年斑毒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说，儿茶素不仅能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聚集，还能保护神经细胞不受毒害，堪称双重防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绿茶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如果在下午或晚上大量饮用，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早上或中午前饮用1至3杯绿茶，效果最佳。另一个强烈推荐的食物就是咖喱。实际上，有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表明，70至80岁左右的印度人，其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仅为美国人的1/4，这让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印度人之所以不易得认知症，是因为他们经常吃咖喱。咖喱中含有一种强力香料叫姜黄，而它的主要成分正是前面提到的多酚姜黄素。研究表明，姜黄素也和前面说的多酚一样，具有分解贝塔淀粉样蛋白并防止其堆积的效果。因此，经常吃咖喱就等于可以摄取姜黄素，从而达到预防认知症的目的。实际上，
有一项由 House 食品集团与东京大学及学者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可以抑制认知功能的下降。这一研究结果已经明确证实，这可谓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发现。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脂质将彻底改变你的大脑。应该摄取的脂质与应减少的脂质，打造持久健康、远离痴呆的强大大脑。要预防认知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注意脂肪的摄取方式，因为我们的大脑有约60%是由脂质构成。脂肪的种类和摄取方式会对大脑造成重大影响。很多人在提到健康饮食时，往往会下意识避开脂肪，但正因为大脑本身就是由脂肪构成，所以适当摄取脂质非常关键。大脑中大约存在1000亿个神经细胞，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传递，而这些传输电信号的电缆，其外部包裹的物质中，约80%是脂质。换句话说，如果脂肪不够，神经传导就会受阻，电信号的传输会变得迟缓。由此可见，脂质对于大脑健康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摄取哪种脂肪？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会导致神经细胞膜变硬，不饱和脂肪酸摄取充足则能让神经细胞膜保持柔软。神经膜越硬，信息传递就越不顺畅，因此建议尽量多摄取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常见于常温下为固体的油脂，如黄油、猪油等；不饱和脂肪酸则为常温下为液体的油脂，如橄榄油、鱼油等。所以建议尽量少摄取饱和脂肪酸，而多摄取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需要注意的脂肪，我们下面将进一步介绍。应该多摄取的脂肪，应该减少的脂肪。首先来看该增加摄取的脂肪。为了维持大脑的健康功能，最重要的是摄取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我们体内无法合成的2种必需脂肪酸 ：Omega-3 脂肪酸、Omega-6 脂肪酸。两者理想的摄取比例是1:1，但现实中，大多数人往往摄取过量的 Omega-6，因此更应该刻意增加 Omega-3 的摄取量。Omega-3 脂肪酸的种类包括 DHA、EPA、alpha 亚麻酸，这3者都应重视摄取。其中最关键的是 DHA， 因为在构成大脑的脂质中， DHA 占比高达11%至20%，而 EPA 与 alpha 亚麻酸则相对较少。也就是说， DHA 是大脑中最常用的脂肪酸，因此必须重点补充。DHA 广泛存在于神经细胞膜中，尤其集中在掌管记忆与学习功能的海马体部位。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 DHA 对认知功能的重要性。然而 DHA 无法由人体自行合成，必须依靠饮食摄取。那么要吃什么才能摄取 DHA 呢？答案是青鱼、沙丁鱼、竹荚鱼等青背鱼类。作者建议每周至少吃3次青背鱼类。多项研究表明， DHA 有可能降低认知症的发病风险，还具有降低坏胆固醇、保护脑血管的作用，这也是其能预防认知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从保护脑血管的角度来看，青背鱼中含有的 EPA 也极具价值。EPA 可以防止血栓形成，而血栓一旦堵塞脑血管，就有可能引发脑梗塞，从而导致脑血管性认知症。可怕的是，血栓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而 EPA 能有效抑制血栓生成，从而间接地降低认知症的风险。强烈希望大家每天的餐桌上都要好好摄取鱼类，尤其是青鱼。为了充分摄取 DHA 和 EPA， 请选择那些油脂丰富、正值当季的青鱼来食用。另外，为了完整摄取 DHA， 生吃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有吃生鱼片的习惯，正因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整摄取 EPA 与 DHA。虽然青鱼煮着吃或烤着吃也很美味，但一旦煮或烤了， DHA 和 EPA 的含量就会逐渐减少，尤其是油炸，会使 DHA 和 EPA 几乎减少一半。
因此请特别注意，为了大脑的健康，在吃鱼的时候，若能尽量选择当季的鱼生吃，那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也有人不喜欢生鱼，这种情况下，请尽可能采用低温烹调，也就是说，比起油炸，尽量烤，比起烤，更推荐煮。除了 DHA 与 EPA， 值得增加摄入的脂肪还有以下几种：橄榄油中富含的油酸，核桃中富含的 alpha 亚麻酸与 omega 3脂肪酸，富含中链脂肪酸的椰子油。此外，大豆制品与鸡蛋也都是很推荐的健康脂质来源。在本书中，椰子油被特别推荐。作者指出，椰子油中的中链脂肪酸与青鱼中的 omega 3并列，是预防认知症应积极摄取的脂肪之一。中链脂肪酸的一个特点是容易被分解为能量，不易在体内囤积为脂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脂肪酸。而且，这种中链脂肪酸可以被作为大脑的能量来源。实际上，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患者的大脑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这一主要能量来源。此时，椰子油中的中链脂肪酸可以成为替代葡萄糖的大脑能量。有研究对中链脂肪酸对认知功能的影响进行了长达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中链脂肪酸对认知功能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如今认为，摄取椰子油可以为大脑提供能量，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另外，椰子油也不易氧化，品质稳定，适合长期保存，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看到超市里有椰子油时，希望你能买来试试看。接下来，我们来深入探讨需要减少摄入的脂肪。首先要极力避免的脂肪是反式脂肪酸。虽然反式脂肪酸属于不饱和脂肪酸，与前面提到的对大脑有益的脂肪酸属于同类，但它多是人工合成的非天然脂肪，摄取过多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比如人造奶油、起酥油、涂抹油脂等，只要查看各种加工食品的成分标签，就能发现它们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摄入的产品中。根据九州大学的研究，摄入过多反式脂肪酸可能显著提高罹患认知症的风险。当然，在现代生活中要100%避免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不太现实，但请务必避免过量摄入。接下来需要注意减少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动物性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会影响大脑功能。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品包括牛肉、猪肉、黄油等。不过，请不要误会，饱和脂肪酸本身并非完全有害。与人工合成的反式脂肪酸不同，饱和脂肪酸是天然存在的脂质，并非完全不利于健康。问题在于摄取过量。现代人的饮食往往摄取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因此我们需要注意适度减少。摄取过多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胆固醇含量，提高脑梗塞等循环系统疾病的风险。因此，不需要完全杜绝饱和脂肪酸，只要适当减少摄入，就可以有效远离认知症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是第3部分，糖尿病会使认知症风险翻倍。令人恐惧的糖尿病真相，请大家认真听到最后。在第3部分中，我们要讲的是一种会显著增加认知症风险，绝对不希望大家摄取的食物，那就是添加了糖的食品或精致碳水化合物等高糖类食物。大家应该都知道，吃太多这类高糖食品容易患上糖尿病，而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前期人群罹患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因此，如果你不想得认知症，就必须避免摄入过多糖类食物，预防糖尿病的发生。那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得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呢？关键在于一种叫做胰岛素分解酶的物质。在日本，有 95%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属于2型糖尿病。这种糖尿病的成因是胰岛素这种调节血糖的激素作用变差，身体为了降低血糖，就会不断分泌更多胰岛素。然而，分泌出的胰岛素最终必须被分解，而这个工作就由胰岛素分解酶来完成。这时候，
关键来了，胰岛素分解酶除了可以分解胰岛素，也能分解导致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但一旦人体处于高血糖状态，糖尿病形成，身体就会分泌大量胰岛素，胰岛素分解酶就会忙于清除胰岛素，于是便没有精力去处理贝塔淀粉样蛋白。结果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会在大脑中慢慢堆积，成为引发认知症的温床。也就是说，高糖饮食会诱导胰岛素过度分泌，进一步加速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的堆积，最终导致认知功能受损。不仅如此，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一个可怕的现象，即使没有长期积累贝塔淀粉样蛋白，糖尿病患者也可能突然发生认知症。比如在一项实验中，把患有肥胖型糖尿病的小鼠与具有阿尔茨海默病倾向的小鼠配对后发现，这些小鼠在短短2个月内就出现了认知症症状。这项实验说明，糖尿病对大脑的伤害极大，会大幅提高认知症的发病风险。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日常饮食。当然，如果是先天性1型糖尿病患者，那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由生活方式造成的2型糖尿病，只要注意饮食，是可以显著改善的。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意识，下面我们还要介绍糖尿病可能引起的另一个严重后果。糖尿病不仅会提高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风险，还会增加脑血管性认知症的发生概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糖尿病患者往往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状态，会促使动脉硬化发展。所谓动脉硬化，就是血管变硬、老化，而动脉硬化一旦严重，就容易诱发脑梗塞。如果发生脑梗塞，大脑血管受损，就极有可能引起脑血管性认知症。要想预防认知症，这2种类型的认知症都必须设法避免。而糖尿病正是同时提升这2种认知症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这个角度看，就能明白预防糖尿病有多么重要了。只要我们定期检测血糖，了解糖尿病是否正在恶化，就能间接判断认知症风险是否在升高。当然，得认知症的人不一定都患有糖尿病，但糖尿病的防治是认知症预防的一个关键入口。所以我们必须对饮食保持高度警觉，尤其是糖类摄取过多，是百害无一利。建议从1点小事做起，比如把你每天吃的米饭稍微减量，从控制主食做起，逐步改善你的饮食结构。别忘了，大脑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资产，好好喂养它，就是在善待未来的自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